我敢保证，过了今晚，金小鱼肯定不敢留在不文中。但愿他知难而退。我一直以为少爷真的跟你们家有血亲关系。哼，有什么血亲关系啊？要是有血亲关系，我长得比现在还帅。金小鱼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怎么没有声音啊？干嘛呀？你怕了？我不是怕他出事，我是怕夫人因他出事而迁怒于我。我奶奶说，金小鱼是少爷的命中注定，希望是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吧。要是惊悚故事怎么办？哼，那就是我奶奶错了呗。我奶奶错了，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你这是反社会人格吧？哎，你下次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，记得帮我也挂个号啊。你也不知道少爷的来历吗？自从我接受这个守护人职责之后，我二叔给我看了这些照片，把家族口耳相传的故事都告诉了我。据说在那个战乱的年代，少爷救了我太爷爷，而且死了几次。至此之后，我太爷爷因此立誓，要刀家世世代代的守护这个救命恩人。至于他是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是个什么怪物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觉得金小鱼为什么可以抑制少爷的异变？听我太爷爷说，他们相遇在神龙雪山，那里有一处世外桃源，或许他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我们道家世世代代四处游历，就是为了寻找抑制异变的方法。金小鱼能够抑制住少爷的异变，或许他就来自那里。雪山？对啊，我听我奶奶说，回国以后他们还去过雪山，可是已经过了70、80年，雪山的样貌已经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么多年来，除了金小鱼，就没有其他可以抑制异变的人吗？听我奶奶说，没有。如果这个唯一可以抑制异变的人被少爷给弄死了，你怎么这么矫情啊？这是我好朋友、好兄弟，别人是生是死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你都知道了？不但知道了，我还受伤了呢，医药费给报了。是谁带你进去的？威灵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是你下一任守护人，以后好好相处。你和刀秀秀，你和那个傻丫头的约定不仅是住进波纹中，而且还要当我新任守护人的。
他为了孙子把我给卖了。你没听过一句话，初恋跟孙子之间，初恋都赢不了。这个女人，所以你去实验室就是为了做守护人交接的？没错。我猜威廉姆应该是不想让我那么顺遂的交接，干脆把你休眠区的锁打开了。应该是为了他的好兄弟。对，这样不管是我死了还是被吓跑了，他都能顺手接过守护人的位置。你养的这帮人怎么这么狠呢？这俩臭小子！你别转移话题。你每晚都会这样吗？我碰到你，你就变正常了。这么说的话，殡仪馆一次，吊灯一次，烂尾楼一次，你舍命救我是因为我是你的速效止痛片，对吗？药效一般，代价巨大。没遇到我之前，你每晚都是这么度过的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每晚、每个月、每年、每个10年，每次发作的时候都能清楚地感受到血管在暴动，千刀万剐的疼。从1938年10月30号那天，我奉命带着图纸前往滇南，协助修建滇南机场，但在半路上遇到日军的飞机，我们被击落了。我带着降落伞，背着装有图纸的铁皮箱，落进了神农雪山的深谷里。除了午夜的异变，你还有心脏病啊？每当我情绪激动，心脏就会疼。那喜怒哀乐都算吗？无论喜怒哀乐，只要心脏快速跳动，都会很疼。唉，难怪你不能看电影。我突然想到一些事啊。什么？你都已经这么难受了，我每小时加班费才200块，不行，你得加钱，你是人吗？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你可以抑制我的异变吗？不想。你要知道，你早告诉我了，你不说，因为你也不知道，对吧？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，真是奇迹啊！是，我在哪儿？哎，孩子，我还想知道你是谁呢。你从天而降，掉落到我们白家村寨，你命真大，你没死啊！来，喝口水，慢点，慢点。怎么样，好些吗？慢点。谢谢你救了我。我看你是保家卫国的军人，骑上这匹马，去找你的伙伴们去吧。这儿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来，拿着，走吧。带着玩家回去，带着玩家回去。日本人怕我活着出去，就轰炸了山口。爆炸引起了雪崩，那个我只见了一面的雪山圣地，瞬间就消失了。撤！上马！撤！我逃出雪山之后，救了刀家的先人，也就是刀秀秀的父亲。
所以说，因为你救了他们，所以他们才成为你的守护人。现在你要落到我的手里了。你不要露出一副人贩子的微笑行吗？是不是守护人得我说了算？老爷子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守护人，我还是你唯一的止疼药。止疼药？你这个止疼药只有不到1年的寿命，1年对我来说就是转瞬即逝，一瞬间。我活了100年，我去往世界各地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你觉得这1年，不到1年，能做些什么？你都说了呀，1年对你来说不过是眨眼一瞬间，那你干嘛不用这1年的时间帮我找找线索呢？是吧？你也不损失什么呀。怎么，你不敢？因为你害怕重回失败，重回绝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害怕了，我害怕最后没有结果，害怕到最后空负希望。你死了可以一了百了，没有任何负担，但我要一直永无止境地活下去，一个人。蒋白驹，蒋白驹，一起想办法好不好？没有办法。怎么会没有办法？把你解剖了，看看你身体里的构造，或许。我告诉你，你一直在追查的那个特效药，肯定跟你的怪病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不想让我参与，是因为你怕我受伤害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干什么啊？我都已经把故事告诉你了，满足你的好奇心了。你回家多陪陪家人不好吗？我要查的东西不是几天几个月能查到，是需要好多年。跟你说多少遍？哎呀，蒋白驹，欧巴。